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哦，你對 AI 的理解是不是還停留在問問題啊、寫寫文案這個階段？如果你覺得它不過就是個比較聰明的聊天工具，那今天這集你真的要認真聽下去，因為一場巨大的典範轉移已經在我們身邊悄悄發生了。iKala 的創辦人陳世嘉，他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觀察：從2026年開始，我們就正式進入了所謂的 AI 代勞元年。你沒聽錯，這不是什麼遙遠的未來預測。我加重語氣再說一次，這是正在發生的現實。這意味着 AI 的角色正在經歷一場根本性的轉變。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一個關鍵點。好，這個聽起來很厲害的代勞元年到底是什麼意思？要理解它，我們得先認識它背後的那個核心引擎，叫做 AI 代理人，英文是 AI Agent。而且我要說啊，這波由它掀起的海嘯，強度真的遠比多數人想象的還要猛烈。所謂的 AI 代理人，白話一點講就是它不再只是被動地回答你的問題，而是能夠主動自主地幫你把事情給做完。這就像你以前請助理查資料，現在你是直接對他說，幫我規劃下禮拜去東京的出差，訂好機票飯店，順便預約3家客戶，然後他真的能全部幫你搞定。你看，這是一個從問答到執行的巨大飛躍。那這個轉變是怎麼發生的？其實引爆點就發生在2025年第4季。當時全球各大科技公司的 AI 模型在推理能力上幾乎是同時集體地突破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臨界點，這就讓 AI 開始有能力去處理很多我們過去以為這應該只有人類才能做的日常任務，也讓 AI 代理人這個概念從一個遙遠的想象變成可以實際落地的應用。好，但這也帶來了另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可以說是相當殘酷的現實。AI 就像一個放大器，它不是來拉近我們之間的差距的，正好相反，它是來拉開差距的。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所謂的放大器效應。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我們來想象一下，把 AI 當成是一個10倍的放大器。今天一個基礎能力可能只有2分的初階人才，透過 AI 放大10倍，它的產出可以達到20分，聽起來不錯，對吧？但是一個本身能力就已經是10分的資深專家，同樣透過 AI 放大10倍，它的產出是多少？是100分。你發現了嗎？他們之間的差距不是從8分變成80分，而是出現了一個數量級的巨大鴻溝。所以這已經不是我們以前常說的強者越強這麼簡單了，這是一個維度上的改變。你想想看哦，當一個資深專家透過 AI 就能夠做到以前可能需要10人團隊才能完成的工作時，那些初階人才原本賴以成長的階梯，就這樣被硬生生的、非常殘酷地給拆掉了。NVIDIA 的執行長黃仁勳其實也觀察到完全一樣的現象。他甚至說 ，AI 反而讓那些原本就很有想法、事情很多的人變得更加忙碌。為什麼？因為當你擁有了無數個數位分身，你只會想去實現更多、完成更多。所以請記住這句話 ：AI 現在是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時間的節省器。但問題來了，在這場大海嘯裡面，到底誰是站在第一排直接面對衝擊的人呢？我們來具體看看哪些職位首當其衝。好，影響最直接的，首先就是初階的軟體工程師，因為 AI 寫程式的效率提升真的都是以倍數在計算的。再來是數據分析師跟顧問，他們賴以為生的方法論和客觀分析，正好就是 AI 現在的強項。最後就是比較傳統的後勤與行政工作，也因為智慧自動化而面臨了結構性的轉變。你會發現，對於同一個職位 ，AI 帶來了2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如果你不懂得去駕馭 AI， 那你就是站在海嘯第一排，等着被浪濤給淹沒。但反過來，如果你能成為 AI 的指揮家，那你就在海景第一排，享受着10到20倍的生產力提升，成為整個組織裡面最搶手的那個人才。我們再深入看一下顧問這個行業，道理其實是一樣的。過去大企業為什麼要花大錢聘請顧問公司？買的就是他們那一套專業的方法論，還有第三方的客觀視角。但你想想看，現在
AI 的腦袋裡面幾乎裝着全世界所有頂尖的分析框架，而且它本身就是最客觀的那個局外人，這就直接衝擊了顧問這個行業最根本的價值。好，聊了這麼多有點殘酷的現實，那大家一定會想，到底該怎麼辦？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最重要的部分，在 AI 時代，我們個人的生存法則到底是什麼？答案就在於讓自己成為一個新 T 型人才。你可以想象一個英文字母的大寫 T， 它的那一橫代表你需要具備更廣泛的通識能力，而現在這個橫槓上面必須要加上駕馭 AI 這一項新技能，而 T 字的那一豎代表你的垂直專業領域，你必須要鑽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深更透。具體來說，有3個步驟。第一，深化你的專業，這是根本，沒有專業，你連問 AI 都問不出好問題。第二，把 AI 當成你的副駕駛，你的 co-pilot， 讓它來放大你的專業能力，而不是取代你。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去刻意培養那些 AI 無法取代的人類技能。那到底什麼是 AI 短期內，甚至可以說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取代的能力呢？其實都跟我們身為人的特質有關。比方說一個能打動人心的故事，發自內心的同理心與溝通，你個人獨一無二、親身經歷過的人生體驗，還有洞察全局的策略性眼光，這些才是未來價值的真正核心。好了，在我們進入今天最後的結論之前，我們先快速回顧一下。我們談了這麼多，在這個技術不斷變化的世界裡，到底什麼是那個不變的，能讓我們持續勝出的心態呢？這讓我們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所有重複的、枯燥的，甚至是過去那些高技術性的工作，慢慢都能被 AI 完成的時候，我們人類還剩下什麼樣的終極價值？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這3個字：好奇心。為什麼是好奇心？因為好奇心才是一切的源頭，是好奇心驅動我們去學習新的工具，是好奇心讓我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想辦法去解決，也是好奇心點燃了我們的熱情，培養了我們的韌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們所有成長特質的原始碼。所以，請你一定要記住，在 AI 世代，你最大的優勢不是你現在懂了多少 AI 的技術細節，而是你願不願意抱持着一份好奇心，踏出第一步，開始去使用它，去駕馭它。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 AI 已經從問答助理演進為能自主完成任務的 AI 代理人，這是一個巨大的典範轉移。第二， AI 是個放大器，它會極端地拉大人才之間的產出差距，形成新的鴻溝。第三，我們的生存法則是成為新 T 型人才，也就是深化專業，同時培養說故事、同理心這些無法被取代的人類技能。最後，一切的根本都在於那份永不熄滅的好奇心。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